刚才这个飞膝，这个飞膝中了。18战18胜，日本天才武士来华踢馆竟然躺在地上公然耍无赖，结果被蒙古小伙飞膝干碎头骨，当场送上担架。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带来一场十分精彩的中日对局，我们的蒙古小伙伊布格勒大战眼前这位日本天才武士藤村健武。那么这个藤村健武呢，目前在日本是获得了一个18连胜，哎呀，无可匹敌，在国内可以说是罕逢敌手，这一次来中国就是来踢馆的，而且是信心满满，说来这个中国比赛啊，先立一个小目标，至少来中国拿300个连胜，哎呦，可以说是猖狂至极啊！而且他也表示了，如果是打不赢我们这个伊布格勒，当场切腹自尽。哎呀，这个日本武士啊，确实是有这个传统，打不过啊就切腹啊。那我们要看一看他今天是怎么切腹的。那么您现在看到的这位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内蒙古的小伙伊布格勒。哎呦，可以说这个长得有些着急了，看着面相您估摸都猜不出来他什么岁数，他今年刚刚26，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小伙子。那么伊布格勒呢，在内蒙古也是以这个灌胶出名，他们这个那达慕大会啊，经常是能拿到冠军的。他也是一位慢热型选手，特别喜欢步步为营，喜欢这个一击必杀，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冷酷的拳坛杀手。那么比赛究竟结果如何？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拭目以待。比赛第一回合马上开始。好的，第一回合比赛，红方选手我们的内蒙古小伙伊布格勒，蓝方选手日本天才武士伊藤健武。可以看到双方，哎呦，这个伊藤健武啊，很喜欢打地面。那么面对我们的摔跤高手伊布格勒，这个藤村健武地面能否成功？让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好啊，直接成功防住了这次单腿抱摔。因为蒙古族的选手嘛，他确实也从小有。现在进入了这个神边的50-50。对，因为今天是围神当中的比赛，所以龙网边不太好借力。勾腿。哦呦，可以看到啊，这个藤村健武还是有两下子的，直接是拿到了我们伊布格勒的一个侧位啊。但是这个比赛嘛，也是一个这个软栏，可以看到这个绳子不太好借力。那么在栏边的话，其实还可以，我们的伊布格勒防守什么的也是有机会这个出手的，不会太为难。我们的这个围神比赛的要求是回到这个直接起乘，藤村健武这边断头，哦，这个断头有点紧啊，头部控制，哦，这个断头的位置我们看，裁判再看伊布格勒这边的情况，这边直接倒地上位的这个情况啊，还是有一些危急的。可以看到藤村健武也是死死控制住了我们伊布格勒的头部，裁判也是一直在看啊，看看我们的伊布格勒能不能坚持住。漂亮，我们的伊布格勒直接挣脱出来。但是这个藤村健武呢，他呀也是打拳很黏的这种选手啊，一旦追上也是死咬不放。我们的伊布格勒这个对付他也是有一些麻烦。同样的情况，对，你看到我们需要有下面的工作人员帮他们撑住这个围绳。对，这边伊布有机会能够转到正面，要和对手这个脸对脸、胸对胸，这样正面才会更好的去做防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日方选手，他从后侧控制了他的右手。这个软绳啊，可以看到有利有弊。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的伊布格勒也是有更多的出手机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不太好接力从这个藤村健武的手中挣脱出来啊，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那么在赛前，相信观众朋友们也听到了，这个藤村健武啊是一名日本武士，出自于日本这个武士名家藤村家族。他们这个日本切腹啊，也是他们日本武士这么一个传统。但实际上，观众朋友们，这切腹啊，你可以对着月切、十字切、花切，虽然切腹很多，日本这么些年真真正正啊面无惧色切腹的寥寥10几人。好，可以看到这个藤村健武想勾单腿，但是很难。伊布希望把比赛继续放在站立。对，从之前的这边抱双腿，这个漂亮的打入的时机非常好。
几乎是在伊布出上钩的一瞬间就钻进去了。对，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啊，在笼子的在这个拳台的正中心。好的，可以看到藤村健吾对这个地面呀还是很有经验的，但是面对我们的伊布格勒，他也是不太好找这个进攻时机啊，还是尽可能控制我们伊布格勒的头部。我们伊布格勒的防守做得非常的到位啊，几乎是没有给他任何机会。圈头不让伊布进一步的做他的身伴。这个位置想要直接过齐称，有没有机会？伊布被拿了一个木村的把位。换成十字固吗？这个位置十字固的位置还在，但是对手的脚挂不住了。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这一场比赛打的还是很激烈的，在地面啊，这种场面还是很少见的啊。毕竟地面来说，一般这个双方也是僵持着，但没有想到双方打这个地面竟然是打得这么激烈。可以看到这个藤村健吾啊，也是有一点挑衅的意味在里头。想让我们的伊布格勒跟他打地面啊，那么这是不可能的。还有30秒。现在经过刚刚双方都在调整自己的新的角度。这个日本选手非常调皮啊，他用手触地。要知道3点触地，我们是无法用踢击对对方进行进攻的。可以看到，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的伊布格勒呢，也是稳扎稳打的这种选手，找到机会就一击必杀。目前来看的话，藤村健吾还是破绽太少啊。这个双方沟通了一下，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他的掌控当中，几乎在伊布出拳没有收回来的瞬间。虽然从第一回合来看，我们的伊布在这个地面上没有占据太大优势啊，但是观众朋友们，其实我们的伊布其实做得非常好。这个藤村健吾啊，基本是找不到什么进攻的机会，那么单做地面其实没有用的，体能消耗双方是一样跟着消耗，所以说我们的伊布格勒还是做得非常的棒的。那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我们的伊布格勒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这边场边指导的时候，伊布的教练是让他身体重心要压低一点，对，让他多 feint 多制造一些虚晃。这边直接压下来，伊布也是可以打地面的。哎呦，这个藤村健吾啊，像狗一样进攻，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可怕的进攻方式，蹭着屁股就过来了。这算犯规吗？裁判没有拦着啊，挑衅的气味。一点点蹭过来擦腚是吧？这个上厕所屁股没擦干净，来地面蹭来了啊！这种行为是可耻的。那么就像我之前所说，他们这个日本呐喜欢切腹，但是没办法，切腹太疼了，很少有人能真正的受住。哎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藤村健吾还是想打地面，但是老样子，我们的伊布格勒依旧是控制的非常的好不会给你多余的进攻机会。你可以给你打地面，但是结果你也看到了，一个半摔，这边是可以打肘的，要把自己的右手给想办法拿出来。现在伊布的右手被控制住，非常难撤这个木村的把位又拿住了。这边一个半防的木村进攻这个一般很少见。压上去，我们看，因为双方现在还是很滑了。你要绝对力量把对手这个。那么日本这个切腹太难受嘛，所以说也是请一位借错人在自己插入肚子的一瞬间，请这个借错人把自己砍头结束这一场这个切腹，就算是完事儿了。那么这个藤村健吾呢，出自武士家族他爷爷就是切腹自尽的，但是他爷爷找那个借错人呢，这个出刀有问题在他后背上连砍了3、4刀活活把他爷爷给砍死了。没有斩首，可以说他这个切腹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也不知道藤村健吾输掉这场比赛之后，会不会找一个靠谱的借错人来为自己切腹，能够起来。伊布的话应该想办法让对手起身。伊布现在在冷静的切角度，尝试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对，就不停的在下位要进行打入。果然这个日本选手很大胆刚刚那一腿他的那个抱摔很容易撞到伊布的膝盖。
好的，可以看到第2回合，藤村健吾也是铁了心的，就想跟我们的伊布打这个地面啊，已经是完全不要脸了，不停的翻滚、爬行、蹭屁股啊，这种挑衅意味太浓了。哎呦，这是什么意思啊？勾引我们的伊布吧？不好意思，我们的伊布只喜欢姑娘啊，对于你这种糙老爷们儿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个位置啊，可以尝试踢2下。对，要想办法，要多出拳来干扰对手，前手后手。对，但你看很明显，这个日本选手就是要抱单腿。此时伊布经过激烈的这个缠斗之后，明显。这个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看没看过一部日本的动漫啊，叫做这个《进击的巨人》。我看这个藤村健吾啊，非常像是里面这个七星种，行为非常的怪异，不停的蹭击。只是拳王阿里不会踢腿啊，对。那场比赛拳王阿里好像也踢了。对。我就是不跟你站着打。哎呦，漂亮！我们的伊布啊，废话不多，直接是一记飞膝干碎了这个藤村健吾的头骨。可以看到啊，藤村健吾趴在地上，哎呦，这个假牙都吐出来了，很痛苦。好的，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伊布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看来这个藤村健吾啊是要被担架抬走了。这个蹭了一局的比赛，蹭屁股，终于是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给这个我们导播啊，可以再来尝试一下找到这个飞膝的这个镜头。太突然了！谢谢各位综合格斗啊，真的非常的厉害。我相信伊布也非常感谢他的团队。好的，真是一局非常精彩的比赛。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下裁判最终的判罚。谢谢我们的医护团队为我们的日方选手来做。